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一直都很想拍摄就是塔罗开箱啊、赏析啊、介绍这类的影片。不过我刚好前阵子手边有事情在忙，所以我一直到现在才开始进行。我今天要介绍的这个塔罗呢，它叫做 Tarot of the Divine。目前我们中文还没有一个标准或者是统一的翻译方式哦。那它的大意就是神性或者是神灵塔罗牌这类的意思哦。它是由一位日裔美籍的插画家所制作的，他名字叫做 Yoshitani 啊。这位插画家他目前是住在美国的旧金山，然后他常年就是为知名动画公司像迪士尼啊制作插图啊，也为漫画出版社绘制插画。同时呢，他也时常受邀到一些漫画展啊，或是相关的活动担任客座嘉宾这样。这副牌它之所以会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因为作者呢他融合了全世界各国的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传说啊、神话，甚至于是呃那个童话故事等等这样子的题材，把它融入到我们传统的塔罗牌里头。我8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这副牌，不过当时它还没有上市，我是先预购这样。那它是今年的9月1号正式的上市，它一上市就成为亚马逊塔罗牌类的销售第1名的产品哦。那我们就赶快来看看这副牌。首先，这个牌盒我收到的时候蛮惊讶的，因为它做的非常的厚实，就是一个很，我不确定是不是手工，不过就是制作的蛮精良的。那里面有附这样一本说明书，这个说明书我觉得算是大本的，因为一般塔罗牌它不会有这么大本的说明书，除非是另外卖的那种哦。那这个说明书它还是彩色印刷哦，非常的精美，非常的我觉得很有诚意哦。当然这个说明书它大致上就是在讲，作者他每一张牌卡是运用什么图，什么样的故事，什么样的人物等等。哦，我还没有仔细的读过这本说明书哈，还没有细读它。不过我会尽量的去介绍我所知道的故事，这样子哦。那这就是牌本人哦，它是就是蓝绿色，类似这样子的一个颜色，这个颜色我还蛮喜欢的哦。那这看起来好像是在一个外太空，那边边呢有这个繁星中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三象女神哦，就是上弦、满月跟下弦哦，它代表着是女性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样子哦，这个是年轻的时候、成熟的时候，以及她老年的时候。这个是在西方的神秘学里头可以常常看到的符号我先把盒子摆到一边去。这副牌呢，它很特别的是，其中一个点就是在这样子，不晓得大家看得清楚吗？就是它不是印在铜板纸上面，不是那个光滑那种面，它是运用那个亚麻的纤维去做成的一种材质纸质，所以它是凹凸不平的。那这种印刷呢，它的好处是比较不容易脱色然后还有我们在使用的时候也比较耐用，同时呢，它也不容易留下指印指纹我觉得蛮不错的哦。好，那我们就来看看这副牌它的内容如何。首先，我们看到这个是塔罗牌的主牌大阿尔克纳牌 （Major Arcana）。主牌一共有22张。那第一张这个是的富尔愚者，作者用的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小美人鱼大麦童话作为题材小美人鱼她浮出了海面，然后爬到岩石上，望着远方的城堡，一心一意想着要能够和王子相遇相恋这也代表了愚者他的天真浪漫然后单纯的个性。我们知道了小美人鱼其实是经过美化的原著里头小美人鱼她其实最后是悲剧收场她并没有如愿以偿那最后她是幻化成泡沫，然后消失在这个世界上。这也象征了愚者就是不观前顾后
欠缺周详的计划没有注意到危险等等所以导致最后的失败。接着这个是 The Magician 魔术师，这应该是灰姑娘的故事哦，这是那个 Fairy Godmother 神仙教母，她挥着魔术棒，要施展魔法，把南瓜变成马车，这些老鼠变成车夫，准备要带灰姑娘去参加舞会。再来这个 The High Priestess 女祭司，我不确定这个是什么故事哦，不过可以从这个人物的造型里头猜想，可能是阿拉伯回教或者是波斯那个文化的人物哦。女祭司呢，她手上拿着代表真理还有智慧的书本，头上顶着一轮明月。3号牌 The Empress， 这看起来像是圣母玛利亚哦，穿着长袍，还有披着头巾，然后祈祷着哦。她的头顶还发着光，皇后象征的是对大地还有人类的慈爱跟关怀。她周围的这个玫瑰花呢，象征的是丰盛、丰收等等。接着是 The Emperor 皇帝，这个应该是英国那个亚瑟王的故事哦。这是时钟剑，皇帝代表的就是一个王者风范领导、统御等等，还有权力。5号牌 The Hierophant 祭司，作者用的是一个女性的形象哦。那她拿着羽毛做成的扇子，然后跟一支烟斗。那前方呢有水牛的头颅，祭司就像是一个心灵导师给予人类指引、方向等等。The Lovers 恋人牌，我不确定这个是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美女野兽，因为它后面这个有一个中式的塔楼那不论如何呢，就是这个美女野兽的连接可以让我们知道爱情它是不受时间、不受空间，甚至于也不受物种这样的物理条件所限制哦。那这个周围的这个玫瑰花就是象征他们坚贞的爱情7号牌的 Chariot， 一般战车是一个战士，然后驾着2匹马的战车。那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故事哦，不过看起来像是个海王子之类的他驾的是一艘船，那前面有2条鱼哦。那战车象征的是一个就是勇者无惧哦，然后接受挑战甚至于胜利这样子的意涵。8号牌 Strength 力量，这个少女她降服了一头兽，这个兽它应该是集结了就是各种可怕具威胁的一些猛兽于身它有鳄鱼的头，然后狮子的鬃毛跟身体，然后后腿我不确定是什么。这个猛兽呢，就象征我们内心的恐惧或者是黑暗的力量我们常说自己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所以力量就是在告诉我们要像这个少女一样去征服自己内心的那个黑暗的力量。9号牌的 Hermit 隐者，这张牌我非常的喜欢就是它整个是一个蓝色的基调这应该是黎明因为天空中还有星星在闪烁着黎明的曙光即将升起这匹白色的鹿很漂亮，跳在半空中隐者披着长袍，手中杵着红色的手杖，独自走进森林里面好像在告诉我们说不用担心我们会找到内心的那个自己会有一个自己的方向跟明灯。The Wheel of Fortune 命运之轮，这个比较像非洲那边的故事吧这个人他应该是蜘蛛的化身他有4只脚，然后4只手打着非洲鼓，站在蜘蛛网上面。这个蜘蛛网应该就是命运之轮它代表的就是新的契机，还有就是我们不可抗拒、没有办法控制的，像命运一样。11号牌 Justice 正义，
这个造型应该是韩国的人物哦，他的服装啊，还有他脚下踩的这个太极，那他就如同正义女神一样哦，右手拿着宝剑，象征着正义，然后左手他拿这个我不确定是什么，但是就是类比那个正义女神左手拿的秤砣哦，代表的是一个公平公正。12号牌的 Hangman， 这是睡美人吧？这是睡美人哦，她躺在床铺上，然后周围有荆棘啊、玫瑰这些带刺的植物啊。她被巫婆下了诅咒，所以呢，就是也是一种自我牺牲啊。那 The Hangman 象征的还有就是反省啊、调试啊等等这样的意涵哦。Death， 这是死神。我不确定这个是不是丘比特跟赛姬的故事，不过这个画面的确会让我想到这个丘比特与赛姬的故事哦。那因为赛姬嫁给了丘比特之后，她其实一直都不知道，她的先生就是丘比特哦。因为丘比特的妈妈就是 Venus 维纳斯，她很讨厌赛姬，所以丘比特他必须要隐瞒自己的身份。那因为赛姬她过于好奇，所以她有天晚上就是带着烛光想要看清楚她先生的真面目哦。那这个图案看起来是好像是一个很危险的人，因为这有一个骷髅哦，所以我不确定他是不是就是丘比特与赛姬的故事。当然，死神就是象征的一个事情的结束哦。那但是事情的结束，同时它也是另一个新的开始啊。14号牌 Temperance 这个是千手观音，这个是严格说起来应该要算是印度的传说的这个人物哦，说人物嘛菩萨他就坐在莲花座上面哦，然后手中拿着许多法器那他在静坐冥想象征的是我们心灵还有精神上面的提升。15号牌 The Devil 恶魔，这是一条全身烧着火的巨蟒哦。那底下这些人可能都臣服于这个猛兽或者是没有办法摆脱等等的这个影子就好像牢笼一样你无法逃脱。在我们很多的故事啊传说里头，蛇代表的都是欲望哦，就好像那个伊甸园里头去引诱夏娃偷吃禁果的也是一条蛇哦，撒旦变成了蛇，所以恶魔就是一个欲望，物质上的、物理上，或者是甚至于生理上等等这个欲望啊。The Tower 高塔，这比较像传统维特的塔的样子哦，一道闪电就是击中了高塔的塔顶，然后燃烧了起火，一男一女从塔上跌了下来，它代表就是一个不可抗力的一个灾难，或者是一个意外的发生。The Star 星星，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故事，不过这个少女抱着一头羊她仰望着天上的星星有点无奈，又有点难过，可是同时又带着一个遥望着一个心愿一个愿望等等。The Moon 这个是日本童话那个竹林公主就一对夫妻老夫妻在竹林里发现了这个小女孩，要把她养大，后来得知她是月球上的一个公主所以最后她就回到月球上去了。The Sun 太阳这个是埃及神话里头，我相信这个应该是太阳神，不过我一时想不起来埃及神话太阳神叫什么名字哦。那他就是站在船上，这应该就是尼罗河然后头上的太阳绽放着光芒。20号牌 Judgment 审判，这个是我们很熟悉的故事《西游记》
美猴王孙悟空呢，他望着远方的太阳。那这个太阳的中央呢，有一朵莲花，它可以象征的是，孙悟空一行人的目的哦，因为他们要前往西方天竺去取经。我想它同时应该也可以代表如来佛哦，因为孙悟空呢，他可以翻筋斗翻个108000里，但是却怎么样也逃不出如来的手掌心哦。这张审判代表的是一个重生新的机会等等。那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呢，有许多课题等着我们去学习。那假如说我们没有认真的去面对，没有好好的学习的话，就会像这个孙悟空一样，他怎么样也翻不出如来的手掌心所以呢，这张牌同时也告诉着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去学习生命的课题。最后一张21号牌的 World，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故事，不过这个造型好像是毛利人，就是太平洋的一些岛屿上一个原住民的分支哦。那，这看起来像是应该是夕阳西下哦，就是非常红的一个颜色天空中的星星呢也开始亮了起来哦。那周边的这些植物花朵代表的就是一个丰盛那这对男女呢，他们非常开心的在跳舞歌唱着代表的是一个完美的结束这也是大阿尔克纳牌的最后一张牌了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塔罗牌的小牌小阿尔克纳Minor Arcana，它的牌数比较多有56张那一共4个花色，它也演变成为我们现在的扑克牌那由于它的牌数比较多的关系，所以呢，我就不一一的讲解，我们就把牌过一过这样就好了。首先我们看到这个是圣杯牌组那圣杯在塔罗牌里头，它代表的是水元素它象征的是我们的思想感受，甚至于情感等等这个也很有意思就是7个神灯，这是阿拉丁与神灯的故事就是他必须得做出抉择，到底哪一个神灯才是真正的才有法力才有这个巨人这是金币牌组金币牌组它代表的是我们物质还有金钱等等这类的需求那它象征的是土元素这是宝剑牌组宝剑牌组它代表的是风元素，那它象征的是我们内心的活动所以当我们面临了不管任何的人事物也好，在我们内心所产生的感知或者是想法呀等等
最后一个牌组，这个是权杖牌组，它代表的是火元素。它象征是我们就是面对了一些人事物，我们产生的反应之后，那把这样子的想法、感受等等化成行动。最后一张，这个是 King of Wands， 权杖国王，它用的是凤凰应该是凤跟凰，凤是公的，然后凰是母的凤凰是不死之苗它会浴火重生。好，那么这副塔罗牌 Tarot of the Divine 我们就介绍到这边这是我第一次拍摄的塔罗开箱介绍的影片，所以现在还是非常生疏的阶段不过如果你看到这边还蛮喜欢我的内容的话呢，那欢迎你就是可以订阅我的频道，那按赞跟分享给你的朋友。接下来呢，我会再陆陆续续的把我的塔罗的收藏慢慢的介绍给大家那至于说这副塔罗牌是不是真的这么棒，这么值得拥有呢？这个就见仁见智啦。那如果你也喜欢的话，赶快去收一副哦。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下一次影片再见了，拜拜。